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人类的状况。我们是灵性的存有，拥有一段人类的体验，还是说我们是人类，拥有了一段灵性的体验，或者说以上皆非？我们很容易把那些混乱的人类状态定义为缺乏灵性的状况，没有达到理想的宁静和平静的精神状态。然而，我们要拥抱自己所有的人性面相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表现出人类所拥有的性格特征时，我们要爱自己，也要爱他人，并不带有任何的评判。作为人类，有时候会表现出混乱，有时候又会掺杂着激情，而这一些只是人类所具有的特征而已，没有什么可以去恐惧或者抵触的。我们来到地球，并不仅仅是为了体验限制。化身为人类，其实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处于评判和否认之中，以至于忘记了这些好处。当我们作为个体探索回归合一的道路时，人类的身体给我们提供了数不尽的机会。我们可以以最奇妙的方式，使用我们的身体、头脑还有情感进行创造。在所有的领域，我们都可以发展自己精通的技艺。在地球上的生活是进行重新发现的不断探索。物质不仅仅是浓厚的密度，也是表达我们创造力的媒介。我们在这里自由地作为创作者，不停地去显化我们的想法、梦想还有灵感，就像孩子们进行玩耍一样。如果目前我们对自己的创造并不感到满意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意识一直拓展到那个更宏大的实相当中，而这些不正是我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吗？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存在的每一个面向都是神圣的，都是与合一不可分割的。通过爱上我们自己所有的面向，以及我们生命旅途的每个阶段，我们开始变得完整，还有神圣。如果我们也可以把幽默的因素融入其中，用开怀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的状况，而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那么严肃，这会让我们身上的担子轻盈一些。地球是穿着人类外衣的神、天使还有恶魔的游乐场。我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的是好人的角色，还有另外一些人扮演的则是坏人的角色。不过或早或晚，这场二元对立的游戏都会终结。当我们移除那些服装还有道具之后，剩下的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一些星际的光之存有最终上演的一部伟大的冒险片罢了。这是一部宇宙级别的演出。与此同时，在那些脾气暴躁、难过或者抽泣绝望的日子中，你也在努力地回忆起自己的真正身份，试图搞懂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体验过那些日子，没有理由的莫名的哭泣，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为整个地球掉的眼泪。我们交替着为全人类做着这些。在有些时候，我们中的人出于同理心为人类哭泣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在转化地球矩阵的能量。我们应该深刻地意识到，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。当这些发生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要记得，我们体验的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，而不是针对个人的。不论是眼泪还是愤怒，让这些情绪流经过你，不要去评判，让这些集体意识通过你来进行转化。也是通过这种方式，你服务了众生。我也曾受过很多灵性教义的困扰，那些教导说，
如果我们真正的生活，并且有足够的灵性，我们就不会在生活当中体验各种干扰。因此，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也总是评判自己做得很失败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们有时候感到悲伤、生气或者沮丧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这些是人类状态的一部分，而且这些情绪状况迟早都会消失。我们被要求在短短的几年内整合好我们在整个地球进化周期的旅程。我们要去持续不断地拓展我们的视野，把所有的一切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。要看到我们觉醒的是多么快，我们经历了多么迅速和彻底的重构。在这些加速的时间当中，我们的转化也在加速。回首过去的5年，很明显，我们经历了重大的转化。我们释放了很多旧的模式，还有习惯。我们打开自己的心，去拥抱合一。我们也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颗星球上，或者是这个太阳系。我们的理解力远远超越了这些。这是一个寻找回家脚印的过程。要荣耀那些我们取得的进步，为我们体验过的人类感情还有经历感到祝福。很快我们就会从人类所处的状况当中毕业。我们或许会觉得作为人类的这段体验会非常有趣，并为它的结束而感到一丝惋惜。当然，新的世界总是在诞生之中，很快又会发出召集志愿者的呼唤。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忘记曾经在地球上的状况有多么困难，仅仅会记得那些喜悦。所以我们还会去回应那些呼唤，一次又一次地选择沉降到物质层面。